美国政府继续炒作他们亲手炮制出的新疆谣言。白宫官员扬言，美国将施压7国集团的盟友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就新疆地区所谓强迫劳动问题加大对中国的施压。而在棉花之后，近期美国一批政客和媒体又盯上了新疆光伏产业，试图为其扣上强迫劳动的帽子，更叫嚣抵制。美国白宫周五表示，总统拜登将于6月前往英国和比利时，开启上任以来的首次海外访问。期间将参加6月11号到13号在英国举办的7国集团峰会，预计将聚焦讨论被他视为民主国家和所谓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达利普·辛格正在为会议进行准备。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这期会议将重点关注卫生安全、为应对新冠疫情同步采取的经济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以及振奋G7共享的民主价值观。辛格还毫不避讳地将矛头指向了中国，扬言他们的价值观也适用于新疆。上月，美国曾煽动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先后宣布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但值得注意的是，3月25号欧盟峰会上与拜登共商重振美欧关系、对华外交政策的共同利益等议题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被问及对华政策时重申，将继续贯彻欧洲主权。尽管欧盟与美国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并不完全一致。美国一直在不断地炒作涉疆议题，让涉疆问题持续的发酵，再来打压中国。现在的美国鼓动G7国家联合就涉疆问题打压中国呢，反映了美国此前在应对对手时的一贯做法，就是联合盟友和伙伴，以形成这种更大的声势，然后来增强这种施压的成效。事实上，在美国拿着凭空捏造的强制劳动为借口，禁止进口所有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棉花产品的时候，美国的关键产品禁令与制裁主要公司行动似乎没有对中国新疆对美国的出口规模造成影响。官方数据显示，新疆对美出口在今年前3个月同比大涨113%，但光伏成为棉花之后又一个受到波及的产业。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产业工会接二连三以强迫劳动为由，要求政府下令禁止进口新疆光伏产品。光伏产业是美国这些工会对中国极为不满的重要领域。随着人类对于清洁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大，以及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中国的光伏产业发展迅猛，很快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垄断，而且价格低廉的中国太阳能板等设备还获得了美国消费者的青睐。公开资料显示，在过去这些年里，美国的政客和政府机构也确实应这些工会的要求，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就发起过多次反倾销调查，并征收了大量的反倾销税。但也有业内媒体引用美国海关的数据称，美国的这些贸易主义保护其实未能遏制中国光伏产品出口美国的上升势头。现在就美国要打压新疆的太阳能产业，实际目标是对中国整个的太阳能产业进行不正当的打压，然后从而呢扶持本国的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刚过去的周四，美国总统拜登公布了新的减排目标，承诺到203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较2005年的水平减少50%至52%。纽约时报指出，这一进程可能对中国经济有利，因为美国目前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制造商提供的低成本太阳能电池组件。与此同时，中国供应着全球约80%的多晶硅，其中约一半来自新疆。而在2019年，全球只有不到5%的多晶硅来自美国公司。纽约时报还指出，中国光伏产品占据全球主导地位，提供了美国所需的多数太阳能电池板和零部件，抵制势必影响拜登急于推动的清洁能源政策。如果美国要打压中国的太阳能产业，肯定会对它的这种新能源产业，对它的气候变化这种外交会产生很大的冲击。除了美国，英国也不断在涉疆问题上抹黑中国。周四，英国议会下院通过动议，认为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正在遭受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当天回应称，英国议会下院部分议员鼓噪有关涉疆动议，罔顾事实与常识，蓄意抹黑攻击中国，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应询对此事作出回应称，英国议员还是多管管自己的事情吧。所谓中国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国际反华势力
炮制的弥天大谎。中国政府和新疆各族人民坚决反对，强烈谴责。英国自身的问题够多的了，这些英国议员们还是多管管自己的事情，为自己的选民多干点实事吧。美英肆意抹黑中国，必然付出代价。中方上月相继对美英以及加拿大、欧盟的人员和实体实施反制裁，对一边分享中国对外开放红利，一边抹黑中国的外国实体和个人起到巨大震慑作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文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展开制裁大战，表明中国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西方制裁仅表示口头抗议，也挥起制裁大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合早报的分析认为，中国反制多个西方国家底气来自于3个方面。首先来自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同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抗外部压力的能力明显提升。另外，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指责缺乏事实依据，中国社会对此普遍反感。中国官方反击西方制裁，在国内有很高的支持度。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你好，那么6月赴英国参加 G7 峰会的拜登宣称要与盟友一道，对新疆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那这打的是什么算盘呢？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的首次出访，选择西方国家英国，而且呢以参加7大工业国峰会为首选日程，说明拜登的所谓多边主义是有选择的多边，也就是呢要重新集结西方联盟，以共享的所谓民主价值观来扯大旗，来对抗中俄等国家。而中国新疆的所谓强迫劳动呢，是美国政府瞄准的最新的靶子。因为欧美和英国、加拿大前不久呢，以人权为名，已经联手上演了一出制裁新疆的官员和机构的闹剧，这让拜登政府呢感到用价值观来团结出现分裂的西方国家有戏，所以呢想故伎重演。拜登政府继续拿新疆说事，这个拿完全颠倒黑白的所谓强迫劳动来扎呼，有3重目的：一呢是拿新疆的所谓人权说事来巴结参众两院，从而呢换取对他的基建预算案的支持或者是部分的支持。拜登提出的大基建方案，8年内呢要花2.35万亿美元，在传统基建、这个绿色能源和人力资本上发力，以提振美国经济。这其中呢涉及到利益分配、这个税收增加、法律修订、地方政府配合等复杂的问题。共和党和一些商界人士呢已经提出了质疑，说呀，这拜登的基建预算案太庞大了，只要花这个1/4的钱就可以办成。那么他的大基建呢需要2党支持，不惜呢就用新疆这个议题来讨好国会，这也是够奇葩。2呢是对美国参众两院讨论的这个针对中国的2021全面竞争法案，也代表了这个拜登政府的意愿。这个所说的全面竞争呢，其实是全面遏制。这个法案呢，很可能得到参众两院的通过，最后呢送到拜登的桌子上来签署。拜登呢声称对新疆强迫劳动采取行动，那么对内呢表示这个法案的基本认同，对外呢则是要集结联盟，共同对付中国。3呢是要结束美国1994年以来的将人权和经贸脱钩的对华政策，要把人权和经贸呢重新挂钩，把人权作为白手套来诋毁中国，从而呢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要挟欧盟向美国靠拢。这比特朗普直接要钱的策略呢是更加的难缠，中美今后的交锋和波折呢也将更多更复杂。那如何来理解美国用人权要挟来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他们炮制新疆所谓强迫劳动谣言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呢首先要搞清楚，美国现在想获取的经济利益呢，不仅仅是在中国市场赚钱，而是呢想方设法解构中国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减少这个中国产品的出口额，让美国企业回归本土，或者是分散到自己的盟国那里。他们经常所说的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呢，是更大的经济利益，就是呢要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让自己的企业和产业得到发展。当然呢，他们的战略遏制能不能实现又是另一码事了。但是呢，他们正在向这个方向使劲，甚至呢不惜使用
这个阴招诡计。那么新疆的所谓强迫劳动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美国制造的新疆种族灭绝的这个谎言呢被戳穿以后，他们呢转向新疆的棉花，说那是强迫劳动，违反了人权，实施制裁。那么在中国网民呢对一些使用新疆棉花赚钱，但是迎合西方政治的品牌提出批评，要求抵制的时候，这个西方呢借着鼓噪，说中国的营商环境不好，倒打一耙，说中国呢总是把这个政治和经济呢相挂钩，让外国企业一筹莫展。是不是该从中国这个市场该撤退了呢？这就是呢在挑拨呀这个外资企业从中国撤出。美国呢从1月份还下令呢禁止进口新疆棉花和西红柿，迫使这个全球的供应链呢进行重组，尤其呢是在服装行业。当不少这个外企声明呢不会丢掉中国这块大市场以后，西方呢又开始鼓捣别的东西了，从棉花呢延伸到了太阳能电池板。他们呢把中国的扶贫政策、就业政策呢污名化为强迫劳动。新疆大全新能源公司呢有1934名工人来去自由，只有18名少数民族，而且没有维吾族人，但是呢仍然被美国呀列入到了强迫劳动的名单中。为什么呢？这背后的经济利益究竟又是什么呢？要打击中国的太阳能这个产业，因为呢这个中国公司呢控制了全球太阳能供应链的80%左右，美国呢只占5%左右。那么拜登呢在气候大会上宣称，美国要大量采用无碳能源，那么在2035年呢全面实现用太阳能、风能、核电等这个清洁能源，那就意味着呢美国太阳能装机量每年呢要增加1倍以上。那么按照这个公平市场原则呢，哪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零件便宜、有质量保证，就该选哪的。那么中国产品呢，就自然是位居首位。但是呢，美国想积极发展自己的太阳能产业，增加就业，那么所谓的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于是呢就制造出新疆太阳能企业存在强迫劳动的说法。这呢就给美国企业和盟国的企业出了一道很大的难题。你是想在中国捍卫人权呢，还是想要便宜的太阳能电池板？那么美国参众两院呢，从今年初就在倒腾维吾尔人强迫劳动预防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假定呢，从新疆进口的产品都是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并且禁止他们进入美国港口。那么众议院版本的法案呢，把太阳能电池板列为优先执行项目。看看这人权的背后呢，全是经济盘算。这个目的呢，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中美之间的争斗将是长期的、持久的。我不用竞争这个词呢，是因为美国的做法根本就不是竞争，而是霸凌。好的，谢谢陈斌先生，请您保持在线，稍后我们还将继续来连线，谢谢。